我要火，我要挣钱。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今天我要推一期的是马丁靴。那这一期呢，我们买了全网上最便宜的100元雪地靴，100块钱。 到底能不能买到雪地靴？我就翻遍了整个淘宝、多多、京东，反正全网的电商平台我全翻一遍了，发现还真有100块钱以内的雪地靴。雪地靴？怎么突然说到雪地靴上去？我刚才一直在说雪地靴吗？我不管，你们要把它剪掉。 马丁靴，我这买的是马丁靴，我选了28双，全网便宜的马丁靴都在这里了，而且我毫不夸张，也就在很多测评穷人穷逼的频道可以看到这么多100块钱的马丁靴，所以这一期一定要帮我们多点赞、评论、3连，好不好？马丁靴呢是这样一个存在啊，基本上所有的马丁靴都是抄袭的，唯有马丁博士是正品，我也很尴尬。如果你们要吐槽的话，那就吐槽吧。如果是你很在乎品牌或者是大牌这种东西呢，你就直接买马丁博士。 不用测，相信我，马丁博士都很好，就是贵。买的话呢，千万不要去那种代购店买，不要为了图那小几百块的便宜，很可能就是一双假的。这一期呢，大部分是 PU， 但是我发现有些商家也很胆大，标了有真皮，那我就很好奇，100块钱怎么可能给我真皮？特别是头层牛皮，一般都很贵的。为了增加我的期待值，所以我之前连看都没看过，我就很好奇有没有真皮。 多么的壮观！28张马丁靴，其实大家长得很像，大同小异，都是一样丑。所以呢，凭我多年的测评经验，评选一些我认为从皮料、做工、价格选几款我觉得性价比不错的来推荐给你们，再来细聊这几款比较好的，然后告诉你们一下不好的地方在哪。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不会给你一一展示我测评的过程。你要相信我，你要不相信呢？不相信拉倒。 OK， 我已经测完了。那我们分了2类，一类呢是我觉得比较推荐的，一类呢是我觉得很普通的，但是呢也绝对值100块的这个鞋子。这2双呢是我觉得有点特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一双，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牛呢可以拆分至少2层，甚至有些牛厚的话，欧美那种大黄牛，它甚至它皮是可以拆2、3层。头层呢通常它是用做很好的包啊、很好的鞋，可是2层呢它的皮已经被剥了，不能够直接运用在很多产品上，通常会 上面附一层 PU 的膜，就好比说在煎饼上打一层鸡蛋。所以2层牛皮呢，通常会做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鞋子。可是呢，因为它比较薄，所以说一般呢，你要么就是说附了PU 膜比较厚，要么说里面呢做一层内衬。 这双鞋呢，虽然说它很用心，可是呢，它里面没有做内衬，然后附的膜也很薄。马丁靴这种鞋呢，还是需要稍微有点厚度，否则的话穿了以后瘪的，没有立体，没有廓形。这一双呢，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人会愿意买，它实际上是猪皮的，甚至能看到猪皮的毛孔。通常呢，大家会把猪皮用在鞋里面或者做鞋垫，因为它比较软，没有那么耐磨，所以很少人拿猪皮来做鞋。但是它的价格呢，69块钱，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但是我不太推荐。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 PU 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 PU 这种材料呢，它就是显得很亮。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真的不要去买这种100来块的，它很容易刮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质感没那么好，不显高档。反正太便宜的话，你就穿着就很塑料感，像穿那个垃圾袋在脚上。先说一下，我选了这几双不痛不痒，可以买不亏的。那我评判它的一个标准就是，首先它的皮子不能太薄，如果太薄，确实会显得很廉价。其次呢，鞋大家经常要穿要磨，太薄很容易破。 容易磨坏。第3就是穿上以后真的很不显形，踩几脚可能就皱了。所以这几双呢，我在那里面是加了一些棉，因为我看很多马丁靴他们会做2个版本，一个就是夏天款的，就里面不加内衬的；一个就是里面加了很深的棉。这几款很多里面都是加棉，如果去了棉了，这双鞋就又不值得推荐了。OK， 那这6双鞋呢，是我觉得今天这几双当中最好的，是今天全网上100块买到的鞋当中也是最好的。再次强调一下，没收钱。 没收钱，你们也可以去买完了以后回去测评一下，是不是？也不是没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这6双呢，我们发现好像它们分别2双都挺相似的。制造业很多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类型做什么样的质量。有些产品呢发现它们长得一样，那么它们的做工工艺呢也可能差不多。就好比所有的网红店，它们都很暗。首先呢，我最喜欢的今天这里面2双白色，我本来没有想要买白色，但是就是想顺便买一双回来看一看。结果这2双白色呢，都是超出我的意料，就我觉得甚至有点太好了。
就不像100块的鞋子，它这个鞋是棉的。我一直在强调，棉的材质呢，给人家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有一定的质量。扣眼呢，这个常规的马丁靴呢，都是这种金属的白的电镀的这种孔。然后这一双呢，和它呢材料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款节目式呢，它的皮质是我觉得比这双要更好一点。它这个配色呢是白黑的，鞋底呢其实也是那种黄的牛筋底，只不过说有点偏黑。然后用了2层皮，加的这个 PU 2层会显得很厚，整个的配色也不丑，我觉得也很好。这款环球鞋呢有点偏黄一点点，颜色的搭配会让我觉得比较喜欢。85块钱还不到100块，所以我觉得真的超值。这一双它这个是超的马丁博士，连 logo 都没变，其实也用了2层皮，硬度、厚度、质感我觉得都可以。然后价格呢是98块钱。对，刚才忘漏了说一点，如果说皮质呢、厚度啊也好，质感都觉得没问题的，那么再有一个小方法来判定，就是你用指甲刮它，可以很迅速的弹回来，或者说你刮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刮痕，就是比较好的了。那么你会发现，我们测评经常让大家拽一点东西烧一烧，拽一点东西闻一闻，刮一刮。我们之前测播还让大家咬一咬，这种生活小知识就是通过这样产生的。然后这一双鞋呢，价格是79块钱，也是 PU， 我觉得特别丑，不单单是因为它鞋底厚所以才丑，而是它整个的鞋头就是，你知道马丁靴是有一点点像一个小船儿，这样上来一下，它这个就是平。我们老家一句话叫矬粗短胖，又矬又粗又短又胖，形容这双鞋。但是它这个外面这层皮的质感太像真皮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把它选进去的原因。这2双呢是一模一样，一个妈生的啊，鞋底也好，或者是鞋帮子也好，设计也好，完全一样。它们俩呢其实是2层皮，并不差。然后一个69，一个是76，但是其实2双真的太像了，我的妈呀，一样丑。我很讨厌这种纯黑色的鞋底，我觉得就不是马丁靴的那种感觉了。但是整个鞋呢为什么值得推荐呢？第一，这种鞋呢有个讨巧的地方在于它鞋帮子呢用了很多大面积的这种针织，针织呢是一个很便宜的一种面料，而且针织不显 low， 所以呢这种鞋就算你穿在脚上，你也不会觉得很便宜，就觉得很土很丑。鞋带呢很正常的马丁靴的那种硬的那种鞋带，60、70块钱的一双鞋，这个样子没什么可吐槽的，真的是已经不错了。但是这双鞋呢很重，鞋底很高，穿上以后最起码增高，哇，我从1.7米可以增高到1.75米吧。那如果说这几双鞋让我来选的话，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这2双白的。是这一双黑的，就这样了。那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些？你们还有想要让我测的什么100元以内的产品，可以来给我私信，给我留言发弹幕。接下来会尽可能给大家测一些便宜又好用又大碗的一些产品，适合我们学生党没有钱的贫民窟的孩子啊。然后老规矩，这些鞋里面我们抽3个小股东，每个人送1款，都帮我们转发点赞，好不好？一条龙服务，拜拜。请记住我们的 slogan：穷逼的频道，不穷人的频道。